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再学也就这样了，不会有什么出路了。我还不如早点回老家算了。哎，你上次给我介绍的那个相亲对象条件还不错啊。你最近看新闻了吗？今年啊，这个考研人数、报考人数大增，竞争更激烈了。别睡了，你怎么一天这么能睡呀？太早了。而且你听说了吗？咱那个学长，你记得贼优秀那个，毕业回来还请我们来演讲那个优秀毕业生，今年啊都换3份工作了。你说这，你这一点都不往心里去啊！你快走快走。所以说啊，咱这个未来啊，非常的渺茫，非常的残酷，不是你能安心睡觉的时候。而且你知道那学长多惨，那么优秀的人，因为找工作压力大，据说啊差点没过了心理那一关。你说咱学心理的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，讽刺还睡。哎，班长，撒下。哪儿都有他呀！快走快走！班长，你们也去205占座呀？啊。哎，你不是不考研吗？啊，我考雅思，出去镀个金。哦，想交外国男朋友？我找到了，他在剑桥学的金融。我出国的目的就是为了结束异国恋。我现在啊，算是想明白了，像咱们这样的人，再苦哈哈的读书也改变不了什么，找个潜力股发展发展爱情，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投资。你们真有本事呢，靠自己，靠别人算什么本事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？没啥，走吧走吧，来不及了。像咱们这个专业的本科生啊，就是一鸡肋，实习岗都不好找。就算继续考研，毕业了吧，还是一片茫然。咱们这个专业就选错了。哎，你们还没说为什么要考研呢？哎，我不考了，我受够了，谁他妈给我去看去吧！第一轮总复习的进度都还在计划之内，但是这次月考就不按复习的进度来了，直接按考纲来，这也算是给学生们紧紧皮。这是本学期第1次全年级的大考，本着一视同仁、不搞特殊的原则，我希望11班全体参与考试，这也算是对雷老师教学成果的一点检验吧。如果11班的教学成绩没有明显的提高的话，那就证明此类教学实践是有待商榷的。作为年级主任，我会以个人名义向学校提出撤班申请。这么快就撤了？肖主任，这成班才多久啊？你怎么又提撤班的事儿？病人动手术也得有个康复见效的过程吧？高3只有1年，学生们的时间不容浪费。难道只不过是为了验证你们研发的药品是成功的，就拿学生做试验品吗？那这个试错的成本谁来负责？肖主任，话不能那么……那对一口价450分。这次月考11班要是考不过450，撤班申请我自己提。一言为定。天哪，老师，你还是杀了我吧！450，我们怎么考啊？肖老师，到底是350还是450？我没听错吧？我以为到了11班就不用跟他们卷了呀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是你们亲爱的雷老师要正面刚的。其实也不是没希望，6科都及格的话，分数刚刚好够。
按照你们现在的选科，学校安排了明龙实验的各科目老师给你们代课。从今天开始，分组自行上课。同学们，物理其实并不难，吃透它的逻辑和规律，爱因斯坦也会是个可爱的老头。啊，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这道错题的分析啊。在把一个小球从某一个位置平抛出来运动过程中啊，它依次经过 A 点、B 点、C 点、D 点。知识点是背了，但是主观题就是不能够得分呢，因为你得要掌握拿分的技巧啊。我拿今年全国卷的题型，我来举个例子。第一类概述变化及原因类，碰到这一类的题目，首先你要考虑的答题逻辑就是按照材料它给出的角度去进行答题啊。如果材料没有这个，来，我们所有人看一下选项 A 啊，我们是怎么理解这个有丝分裂的呢？性状的遗传跟遗传物质有关，那遗传物质是怎么来的嘞？是 DNA 和蛋白质组成的染色质和染色体，姐妹染色单体啊会随着着丝粒的分开，在纺锤丝的牵引下引向细胞两极，最后均匀的分配到子细胞当中。所以有丝分裂的细胞，它就在氢代和子代之间保证了它性状遗传的稳定性。所以我们的选项 A 是什么？是对的。那我们看一下 B 选项啊，这个造血干细胞它是已经分化了的细胞啊，它只是分化程度比较低。那很明显的这道题的答案选什么？选 B。这道题主要是考你们的细细背。我们看啊，这个题面写的。程雨山，叛逆少女玉伯乐痛改前非考名校。顺口溜我都给你想好了。数学是理科之本，数学天赋好的人通常都有着极高的思维活跃度和丰富的空间想象力，只要认真学，其他科目差不了。从产品定位的角度来说呢，它属于是引流款，能同时满足客户的猎奇需求和榜样需求。李然，够帅、够惨、够天才，再加上一个够努力的人设，毫无争议的形象款产品，年轻人最喜欢的逆袭奇迹。之前听你说还有个 rapper， 江晴朗，阳光率性的一二代和李然恰好正负两极，适合捆绑营销。这小子还会说 rap， 等11班的营销正式铺开之后，你信不信他是第一个有粉丝团的？还有边小小，村里孩子卖惨卖乖，刻苦改命，草根中的彩票，锦鲤本鲤，亘古不变的爽文套路了。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就是《西游记》师徒4人里边最无聊的那个沙和尚，但取经团队有他做托底，也算是张安全牌。况且高中读了4年，舍命考清北，本身就是个噱头。看来你已经想得很透彻了啊。跟王总合作，不透彻哪行啊？再说了，当年志想抓学生做典型、做宣传，蹭的还是我的文案呢。是，就算志想，他也不敢把学生掰开揉碎，像商品这么分析。可以。哦，对了，你说你下次月考跟学校立 flag 了，好啊，那咱们彼此静候佳音。再约。都下班了，雷老师还加班呢。这不马上月考了吗？整理一下学习资料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在心理学上，咬嘴唇和双肩耸起都是撒谎的表现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没做这2个动作。整理衣服也是哦。放心吧，上班时间以外，我对你的私生活没有兴趣，除非你要拿11班干点什么。
啊，对了，今晚晚自习换个班呗，我晚上有约。走了啊。帅哥，如果都是你这样，那我们亏死个了。哎，老板，这茶废了，都给我喂。行。白露，快！我天！宋杰回来了。对，看啊，超跑他开来的，饭店他的 VIP 订的，这很明显就是针对我呀！上学的时候他就这样，什么男朋友啊、奖学金啊，连浴室他都跟我抢。每年同学会不是嘲笑我年薪，就是奚落我单身。今年啊，老娘跟他拼了！你还记得我们闺蜜的宣言吗？闺蜜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，闺蜜的男人就是我的路人。走吧，拼了！等一下，等等我的超跑。什么超跑？雷鸣，哎，没迟到吧？特别准时。大家安静一下啊！我先提一句，老规矩，新人到场你得先走一圈。哎，就是。哎，白露，你怎么也不先介绍一下？对呀，班长。介绍一下啊，雷鸣，我未婚夫。清北的高材生啊，最近刚回新州创业，大家也多多支持一下啊。哎呦，清北的呢？可以啊，陆姐，这枯木逢春了，这是。还行吧，还行吧，不用叫姐啊，比我还大4个月。不是白大夫，这也太拼了吧！我可花钱了，这钱都赚。来吧，同学们，初来乍到，我先走一个。来，同学们，咱们一起啊，为班长找到真爱，干一个怎么样？干一个吧，来吧，来，喝完啊，都别养鱼啊。来，亲爱的，尝尝这个。好嘞。你说你是姓宇哥的吧？哎，雷先生，您是做什么创业项目的呀？我是从事教育。玲珑的。桑夏，你尝尝这个，这个。哎，没事儿，都懂。想当初呀，这清北也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啊。只不过呢，这长大了才发现，社会才是最好的大学。哎，你们就说我家那老公吧，人家高中都没念完，人家照样开公司做工程。不过他手底下画图的，倒是也有清北的，哎，也有交大的。冒昧的问您一下，您先生家里是做什么的呀？他呀是他爸的公司，家族企业。哦，那怪不得。我是这么认为的哈，那个只要是做工程，那就是赚钱的嘛，对吧？那不像我们这学应用心理学的，这对口工作多难找呀！不是做心理咨询师啊，就是去做人力资源。谁说的呀？那不是还有心理医生、心理危机干预、心理教育老师？你搞儿童教育也是可以的呀。咱们全班也只有你和白露还干着本专业。你看，小白呢去搞直播带货了，吴哥搞销售，老贺开公司，英杰街道办当公务员啊。我呢做医美。来，给大家发个名片，打成要记得找我呀。哎呀，我真是羡慕你们呀，至少还有事业可以做，不像我就只能在家里瘫着。帅哥要记得找我啊。谢谢。哎，各位，那我在这儿做个调研啊，
那当初是为什么选择心理学的呢？我呀，我当时就是抓阄选的，你们信不信？我嘛，我男朋友报了新师大，那我就跟着去了。我呀，当初家长和班主任都不懂，志愿手册上呢有这么个专业，我的分要刚好够，随便填的。我呀是爱看 TVB 嘛，觉得那里边的心理医生都特别飒，我就报了。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哎呀，以前的事以后再说，别老说话，你听听话的。哎，老贺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那你这得喝一个。哎，所以说，桑老师，文理分班跟专业选择是人生一大赛点，选错了就全输了。你的职业规划课由我上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话？不好意思啊，各位。我听了半天，总算明白了。我呢，走错包厢了。我是奔着新师大心理学系同学会来的，没想到我来的是拉踩自己专业的吐槽大会。我也没什么可吐槽的。今天晚上学校还有工作，我就干了这杯先撤了啊！大家随意。哎，桑桑，你慢点喝。哎，再留会儿呗，这刚开始呢。加班，打工人。再待会儿。打工人。放下。来吧，各位同学，让我们为了我们的友谊和伟大的心理学干杯！来，咱吃咱的。丹丹，是健身器材那儿吧？啊，别让他们看见。哦，好。你早点睡吧。哎，记得贴块膏药啊。哦。哎呦。滚出去！你没事吧？滚！放松点考，考不过大不了就是散伙嘛。不要拥挤，不要拥挤，慢一点没关系啊。进入考场的同学们要保持安静，不得交头接耳。要仔细检查自己的座位号，按号入座。入座之后，将自己的答题卡准备好，待会儿监考老师要检查。考场内不准私自携带任何有通讯、保存等功能的电子产品。如果已经带入，马上上交给监考老师，否则按照违反考试纪律处置。起立，向左一步，请监考老师检查准考证。与此同时，我将宣读一下考试纪律。
考试的试卷、答题纸、草稿纸由监考老师统一发放，任何考生不得私自携带草稿纸进入考场之内。在考试时要保持安静，不得随意起立或者离开座位。当考试时间结束时，所有人立即停止答题，等监考老师收卷清点完成之后，方可离开考场。最后，我要强调一点，不准作弊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考试资格。各位考生落座，各位监考老师发放试卷。开始答题。可以啊，年级第一啊，请客吧。为什么要？想看就看，哎呀，到底为什么呀？我感觉之前看榜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紧张啊。过了，雨啊！有学长，有你过，把我们过了。现在你也过了，你也过，小主，来我了，你看，到底为什么？没事啊，没事。我们回去。我没事儿。这次月考，11班有2位同学没有过450分。按照之前说好的，撤班申请下午可以提交了。肖主任，雷老师，肖主任说是你自己要立的军令状，你说2句。说的倒是没错，这军令状是我立的。那肖主任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考过了呀。11班的平均分452.2分，这种赖你也好意思耍？这怎么是耍赖呢？这是团魂，这叫班级荣誉感。一个班就应该一条心，心齐了才能共同进步，对不对？11班的5名学生在短短的1个月里边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，这说明他们已经充分建立了班级归属感。反倒是肖主任这边动不动就是成班条件啊、拆班实现啊，
那我们都是做着100米冲刺的准备上的场，那没想到还是跨栏跑了。肖主任，那到底是谁在耍赖啊？雷鸣，你什么意思？肖主任，肖主任，雷鸣老师，你们2个都不要再争了。不管是肖主任说的按照单个学生的成绩来算，还是雷鸣老师说的按照平均成绩来算，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在雷鸣老师的带领下，这个班的整体成绩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，对吧？再说这只是个月考。好啊，期末看成绩。对对对。下一个议题。桑老师和老雷怎么还不来啊？这是3案伙饭吗？我这次没过分数线，我可以退班。我也拖了后腿。我们都退班了的话，是不是11班就不用解散了？你们也太不了解他了吧！11班要是真解散了，他还哪来的闲心跟闲钱请你们吃饭啊？来，各位，都落座，听我说。首先呢，在我的据理力争之下，由于你们的平均分超过了450分，所以算你们团战胜利，不用拆班。但是具体结果还要等期末考。程玉山、李阳、江晴朗，你们3个不止自己考过了分数线，还拉高了平均分。这里就是你们的月考奖励金，每超过451分就是100块钱。哎，宇阳44分哦，程玉山11分，江晴朗5分。等会儿，李然，别想想，虽然你们2个没考过线，但是我把你们下次月考的奖励金给预支了，每人1000，也就是说，你们除了这次没考到450欠我的分数之外，每个人还多欠我10分。边小小现在欠我39分，李然欠我30分，下次月考一并给我考回来。怎么了？不敢拿？等会儿。你这是典型的交易型家长，就算钱能暂时调动积极性，那也不能永远维持吧？只要钱够了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哦，所以学习对你来说是一本生意是吗？那我请问你要打包他们的成绩卖给谁呢？学习可以是一本生意，可以是一种爱好，可以是一种理想，也可以是一种赌气。只要你认真对待，全力以赴，它是什么重要吗？再说了，我把他们成绩打包了存个档，不行吗？桑老师，来告诉他。你们学习不是为了赚钱。谢谢雷老板。对。对了，我再补充2点啊。第一呢，因为都给了你们奖励金了，所以这顿饭你们买单。第二呢，下次月考我的标准分是500。哇！服务员，加2瓶啤酒，我要清静。好嘞，一会儿给您上。反正也是自己花钱，不服来不去，是不是？反正我们请客，全给他吃了。老样子，我先把结论说在前面。这次月考，你们的失败是必然的，而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。来吧，说一下你们的选科逻辑。
妈选的。我也是。喜欢什么就选什么呗。一样。好，不是妈妈选的，就是凭自己个人的喜好，没有一个选对的。新高考这么千载难逢的差生福利就被你们白白浪费掉了。我告诉你们，选科正确比做多少题都管用。那怎么选对科目呢？最重要的就是信息搜集和大数据的研究。那我网上查的呀，大家都是这么选的。我们这个选课组合的话，它是最简单也是最好学的一种。那网上告诉你们这个了吗？网上不会告诉你们，你们所选择的科目组合，除了边小小和江晴朗之外，其余人全国一半的专业都录取不上。下周报名通道关闭，是你们最后一次改科目的机会，我给你们调整了一下。不就是改成纯理吗？我不选物理，必须选物理。新高考虽然取消了文理分科，但是隐形的筛选还在，纯理依然是最能打的。所以这次月考，年级前10基本都是纯理。不只是前10，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，前100里边有75人都是纯理组合。这75个人都是瞄准的最顶级的名校，因为清北对于纯理组合的考生专业覆盖率是97.5%，也就是说，你们考上清北的几率会大大的提高。那为什么宇阳可以选全文啊？宇阳比你们多1年文科基础打底，再加上学习机动性不强，贸然改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。纯文如果考过665的话，历史、新闻、哲学、公共管理都可以录取。生涯规划课原本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，从而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规划而设立的课程，完全不是为了什么升学率。雷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在你一厢情愿地做这些调整之前，你有没有问过他们喜不喜欢、适不适合，或者说愿不愿意呢？桑老师，你走进社会也有3、5年了吧？你还没有发现，什么喜不喜欢、适不适合、愿不愿意，在这个成人世界里毫无意义吗？不出所料啊，姓雷的，原来之前发奖金是给今天做铺垫的，是吧？当然，你可以为了你这个所谓的升学率不择手段、六亲不认，但请你不要装出一副为他们好的样子，你这是伪善。结论下得太早了，桑老师。明天我们有一堂现实体验课，下课后我们欢迎桑老师来为大家总结。备课去了，咱们继续。按照我给你们的选课组合，不止入学率会提高，就业机会更是多到你们选不过来。李然成、雨山，之前桑老师撸串的时候问你们将来想做什么，你们没想法。我告诉你们，只要你们选择纯理，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软件开发、新能源、金融、芯片制造、航天通讯、高端装备，这都是高精尖的职业选择。没有小江青了，雾化地的涵盖范围和雾化生有所交集，互联网、城市规划、环境资源、临床医学，这些就是你们的就业方向。李阳，你的纯文在就业市场算是个冷门，但是没关系，你清北毕业。这边。哎，嚯，这都快满了。看来啊，这届真是不行，我们公司过复审的就没几个。初创公司吧？对啊。要我说啊，下回真没必要这样一个一个筛，太浪费时间，没一点效率。
你不管他来多少人，最后留的不还是靠前的，是吧？是啊，现在呀，什么公司都是裁的多，用的少。像那些大公司的 HR 啊，只会把双一流的简历留下，其他的看都不看，直接就扔了。哎，行，那你先忙，我一会儿再来。得嘞。我跟组委会申请了，做一个教学实验。来吧，同学们，今天就让你们当一天的面试官。一会儿看看以你们的标准会选择哪些人。自己找凳子坐下。能不坐这儿吗？不能，桑密。你好，我来应聘，请坐。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我叫吴亮，本科毕业于南师大学哲学专业，研究生是上大的金融专业。我虽然没有新媒体运营经验，但我看你们这是教育培训公司。我上学那会儿一直担任助教，也算有丰富的教学经验。研究生为什么换专业啊？哲学吧，喜欢不能当饭吃。宝清学院设计专业，本科应届，算比较踏实能干吧。996、007、886我都没问题的。哎，老师就想问一下，新媒体运营是做什么的呀？师哥，你是哪个学院的？外国语学院，你也是清北的？啊，我是外院西语专业的。我在校期间还担任过学生会主席，在 ML 搜题、识图教育都有过实习经验。这是我的简历，还有荣誉证书。我没有干过新媒体运营，但培训这块算有经验，而且我学习能力很快。师哥，如果你们缺人的话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今天去了几家，有什么收获吗？15家，到手3家 offer， 还有另外2家应该也差不多。最近的面试官你们好，我叫刘晶晶，是一名应届毕业生，就读于新州职业技术学院新闻专业，在校期间一直帮助我们学校运营公众号。我还帮几个师哥一起运营了一个叫新州夜话的公众号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这边确定收专科是吧？你对薪资的期待是什么？3500，税后。我对薪资要求不会太高，5000，但我希望每年有晋升的空间。不太好意思讲，6000能行不？底薪12000，但我相信我能给公司带来更大的价值。给我坐。桑老师怎么还不回来？算了，不管他了。同学们，说说吧。如果你是老板，你会选择谁呢？那个读研的男生，学历高，工资要的又不多。肯定是清北的那个女孩啊，她又自信，实习经验又丰富，奖状和证书还那么大一堆。我反正看不惯那女的，天生优越感，还装。但最起码优越感不是装出来的。你知道为什么 HR 都喜欢选择名校的毕业生吗？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名校的多难考。一个人能考上名校，说明他在意志力、抗压力、学习能力、竞争意识方面都优于其他人。这就是所谓的赢在起跑线。相反，如果你开局没有一个漂亮的分数，就算你自身也许很优秀，但别人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耐性去验证你的优秀。现在是个竞争社会，没那个耐性。但竞争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是打肿了脸，只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强吗？
我刚在卫生间看见那个清北的女孩了。你别提了，今天投了15家，一共才中了3家，跟我预期的太不一样了。你那边呢？怎么样？6个，牛啊！那当然选大厂了，这还用想？20K。哎，我好自卑啊！我就一本科毕业，我们宿舍全都是外企，还都留北京了，我拿什么跟他们拼啊？他保温杯里灌的是功能饮料，卸了妆黑眼圈有鸡蛋那么大。你们觉得他需要的只是那3份 offer 吗？不是的，他需要的是拿到比他同学更多的 offer 来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。他还需要休息和适当的心理疏导。还有那个研究生学历的吴亮，缓解焦虑呢？哲学挺好的呀，为什么不学了？我要是再学哲学，我妈就不认我了。后来只能选择金融，不喜欢，挺难受的。现在也竞争不过那些有天赋的人。其实，在刚才应聘的这几个人里面，最适合这个岗位的是刘晶晶。我还帮几个师哥一起运营了一个叫新洲夜话的公众号，粉丝我们做到了有20多万。我觉得一个好的新媒体运营者不仅需要有文笔、信息检索能力，最重要的是要具有矩阵思维，这样才能帮助一个账号进行长期稳定的高质量输出，形成自己的粉丝粘性嘛。你们都没注意吧？因为在他说出自己是新洲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之后，你们就没听他讲话了。但为什么读了喜欢的专业却找不到工作？考上了清北却还是自卑呢？你知道现在大学生有多少人患有抑郁症吗？哦，你说考上清北是逆天改命的唯一途径，但前提是他们能身心健康的走完这条路啊。就算你成功的制造出所谓的什么清北高材生，那也只不过是在一群终身竞争者里几个可悲的生还者罢了。你先别激动啊，桑老师，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够了。你说，你自己的第一学历是新洲师范。对，那为什么后来要考一个华师大的研究生呢？我之所以选择心理学，我选择继续读研，是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领域。我关心的是人，是学科本身。话说得很漂亮啊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研究生学历，一个普2的心理系毕业生怎么会有机会在全市排名前3的明英任职呢？那么假如你不是在明英任职，你又哪里有机会今天站在这里讲出这些漂亮话呢？所以说，桑老师，学历重不重要？学历重不重要？从你自己的行动不就已经回答了吗？本来以为在11班，既能做了课题，也能帮到人，但现在看来，的确是我天真了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退出，你继续。但我也想请你们记住，喜不喜欢、适不适合、愿不愿意这件事儿，只要是人，就一定有意义。桑老师，桑老师，桑老师，桑老师。就是说了，不好好的当我的鸣龙螺丝钉不香吗？非要来凑什么热闹？不过现在想想，其
其实当初要报考心理学，所有人都反对，只有你说。别看我平时挺爱怼人的哈，其实心特别细，总是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别人的情绪，而且善于倾听。身边人都喜欢找我聊心里话。你说这也是一种天赋，帮别人解决困难，找回快乐。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儿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比起健康快乐、考高分、赚大钱、买房子，好像更重要。那我的坚持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桑老师，雷鸣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班是因为利州奇迹而起的，但是你一点都配不上，也更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。因为利州奇迹的本质不是提了多少分，或是考上了什么名牌大学，而是在学生们迷路的时候给了足够的陪伴和希望。所以你永远也成为不了他。205雷利州，该就寝了。哎，小杨，你把我的饭卡放哪儿了？来，带你去找。交给我吧。哎，好。雷老师，这是杨护理长，我是桑夏，是您的学生。雷老师，咱们走吧。哎，看这边。